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产房见人心》余生育良人故事解说。沈穗穗在家待产时突发破水，临产症状急促危急，她立刻催促丈夫林景旭收拾待产包，火速送自己去医院。两人正要出门，闺蜜许文赤着脚从客房匆匆跑出，当场拦住了去路。许文连忙叫停众人，说自己还没洗头，不能顶着油头当孩子干妈拍第一张合照。她叮嘱林景旭帮忙擦干净自己要穿的小白鞋，自己快速洗完头就出发。林景旭全然不急，温柔应下许文的请求，转头才安抚腹痛难忍的沈穗穗，告知她医生已经联系妥当，让她耐心等候片刻。此时沈穗穗的阵痛越来越剧烈，她清楚告知林景旭自己羊水已破，再不就医，她和腹中孩子都会有生命危险。可林景旭丝毫没有察觉事态凶险，反倒觉得沈穗穗过于矫情，声称生孩子本就耗时，提早去医院也只能空等，没必要小题大做。丈夫的冷漠彻底寒了沈穗穗的心。生死关头，林景旭不关心妻女安危，反倒全心迁就别的女人，还指责自己无理取闹。绝望之际，沈穗穗想起曾对自己许下接纳她和孩子承诺的顾芷，立刻联系对方，颤抖着确认过往承诺是否作数。顾芷收到消息后毫不犹豫，笃定回应承诺有效，让沈穗穗立刻发送定位，保证半小时内赶到医院陪她进产房。这份笃定的答复让濒临崩溃的沈穗穗稍稍安定，和顾芷定下约定。一旁的月嫂亲眼目睹状况，紧急提醒林景旭，破水后胎儿极易窒息，必须半小时内入院，路上耗时紧迫，根本耽误不起，一旦拖延，大概率会出现难产险情。林景旭的家人也连忙劝说，此次是突发早产破水，大人能等，孩子根本耗不住。即便众人轮番劝阻，林景旭依旧偏袒许文。顾芷认为只是洗个头的功夫，不差这片刻时间，实在来不及直接剖腹产即可，无需过度紧张。月嫂被他不负责任的态度激怒，严肃警告他，当下情况随时会一尸两命，必须立刻动身送医。可林景旭非但不悔改，反而怪罪沈穗穗怀孕后娇气任性，事事都要众人迁就。许文见状连忙打圆场，哭诉自己早就约定好要当小西瓜的干妈，第一张纪念照必须精致体面，吹干头发马上就能走。说完他继续精心打扮，林景旭耐心等候，还主动帮他吹头发，全然无视剧痛难耐的沈穗穗。没过多久，月嫂发现沈穗穗流出的羊水已经发黄，这是羊水浑浊的危险信号，产妇和胎儿处境极度凶险。可许文反倒心生不满，抱怨林景旭家人和月嫂故意找茬，肆意干涉自己。10点20分，医院发来紧急催促消息，产房与主治医生全部就位，要求沈穗穗必须在11点前入院，一旦超时，生产风险会大幅飙升，再三叮嘱家属切勿心存侥幸。多重催促之下，林景旭才不情不愿准备出发，嘴里还不停抱怨沈穗穗大题小做。众人刚要动身，许文又临时止步，称自己忘记卷头发，造型不完美，没法拍纪念照，恳求大家再等几分钟。家中长辈忍无可忍，直言人命关天，打算先开车送沈穗穗就医，不再等候她打扮。可许文执意要同行，坚持要美美的第一个拥抱干女儿，不肯独自留在家中。长辈看着她在产妇生死关头依旧只顾爱美，忍不住出声呵斥。许文瞬间委屈爆棚，辩解自己从未遇到过突发生产的情况，毫无准备才需要收拾，并非故意拖延。沈穗穗的父亲不愿再浪费时间，主动下楼开车。即便局势危急，虚弱的沈穗穗依旧温柔安抚许文，让他慢慢收拾，小心烫伤。此时已是10点半，距离最佳就医时限仅剩半小时。沈穗穗最后一次质问林景旭到底走不走，可林景旭依旧不以为意，甚至揣测他是故意装痛，想让所有人优先围着他转。许文也撒娇示弱，说自己很快收拾完毕，让他再耐心等等。卷完头发后，许文又临时决定补个淡妆，还让林景旭帮忙挑选口红色号，纠结裸色与豆沙色哪个上镜更好看。他满心委屈感慨，羡慕沈穗穗怀孕有人疼爱陪伴，自己只是想留一张好看的纪念照，笃定沈穗穗一定能体谅自己，再次恳求再等5分钟。看着林景旭一味纵容，漠视自己和孩子的性命，沈穗穗彻底心寒，当众翻出过往的2次重大失望。520领证当天，林景旭未等许文睡过了头，错过领证时间。婚礼当天，许文醉酒误了迎亲吉时，让婚礼留下终身遗憾。沈穗穗决绝质问林景旭，如今自己生产生死关头，他是否还要重蹈覆辙，选择许文，放弃自己和孩子？林景旭毫无愧疚，反倒指责他翻旧账，小心眼，是孕期无事生非，故意找茬。接连的失望耗尽了沈穗穗所有期待，他不再劝说，任由许文慢慢打扮。恰逢民间丢病日，
本是其父消灾的好日子，可这份好运并未降临在沈穗穗身上。医院的催诊消息再次到来，明确告知超时入院会大幅降低母子平安的概率，每拖延1分钟，危险就加重1分。林景旭家人直言僵局全是许文过度折腾导致。无奈之下，林景旭的父亲和兄长决定上楼亲自催促。沈穗穗的父亲看着女儿强忍剧痛的模样，满心悲愤，当众质问林景旭。当初两家结亲，他不求车房彩礼，只求林景旭善待女儿。对方也曾郑重许诺，如今却为了外人，置待产女儿的性命于不顾，彻底辜负了承诺。沈穗穗的兄长也满心失望，诉说妹妹孕期受尽苦楚，生产本就是九死一生，根本没有等待的余地，怒斥林景旭极度不负责任。面对所有人的指责，许文依旧不知悔改，反倒委屈辩解，自己只是信守干妈约定，想要留下完美纪念，不该被所有人怪罪。沈家众人被他的自私激怒，直言干妈只是虚名，根本比不上产妇与胎儿的性命，质问林景旭是否要纵容外人，让亲生妻女被动涉险。就在僵持之际，医院紧急来电，告知沈穗穗羊水即将流干，再不入院救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众人彻底慌乱，连忙催促许文让道，立刻赶往医院。生死关头，许文依旧闹着脾气，故作委屈。林景旭不仅不安慰待产的妻子，反倒逼迫沈穗穗给许文道歉，指责他太过计较，质问他是否想让孩子出生就没有父亲陪伴。沈穗穗彻底看透了林景旭的冷漠自私，她想起自己极度惧怕生产，林景旭曾许诺全程陪产，亲手为孩子剪脐带，可如今却为了外人抛弃他们母女。心死之际，沈穗穗决然坦言，既然林景旭执意如此，那他就给孩子换一个父亲。医院持续发来高危预警，甚至询问是否需要救护车支援，反复强调羊水枯竭的致命风险。许文见局势彻底失控，才终于停止拖延，却依旧满腹怨气。林景旭的母亲也借机闹事，打包所有首饰、存折和证件，扬言离家，逼迫儿子站队。林景旭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，只劝说母亲退让道歉，却不肯迁就沈家分毫。此时沈穗穗已经虚弱到极致，甚至感知不到腹中孩子的动静，可林景旭依旧不肯立刻动身，还强硬放话，若沈穗穗执意闹脾气，他绝不配合生产签字。许文假意懂事退让，劝说林景旭只管去医院，不用顾及自己，暗中博取同情。僵局之下，沈穗穗发现自己的代步保姆车被人私自占用，无奈之下只能报警处理。报警的举动终于打破僵局，一行人仓促赶往医院。路上，林景旭还在抱怨沈穗穗前后矛盾，之前分毫不等，如今却要求车辆稳速慢行。抵达医院后，手术室一切就绪，医护人员火速催促家属签字抢救，可许文依旧不死心，纠结自己没贴穿戴甲，拍照不好看，执意要贴完美甲再陪沈穗穗进产房。更让人寒心的是，林景旭再次纵容他，劝说医护人员和沈穗穗，认为已经到院，不差这几分钟。医护人员又气又急，严肃告知众人，沈穗穗羊水已重度浑浊，一旦渗入体内循环，会引发致命危险。11点前是唯一最佳抢救时间，每一秒都至关重要。沈家众人彻底暴怒，当场呵斥许文停止无理取闹。混乱之际，一直默默牵挂等候沈穗穗的顾芷挺身而出，主动以孩子父亲的身份签下手术同意书，争分夺秒为沈穗穗争取生机。手术顺利开展，沈穗穗拼死生下女儿小西瓜，却因生产大出血，身体严重透支，整整昏迷了3天3夜。沈穗穗苏醒后，母亲紧紧抱着她，满心后怕，直言差点失去女儿。为了让她安心休养，弥补生产所受的苦楚，母亲特意预定顶级月子中心，配备专属月嫂悉心照料，发誓再也不让女儿吃苦。劫后余生的沈穗穗回想生产的惊险遭遇，依旧满心恐惧，依偎在母亲怀中哭诉自己的无助。得知沈穗穗苏醒，林景旭立刻带着许文赶来病房探视，却被医院探视制度拦下。林景旭当场暴怒闹事，扬言投诉医院态度蛮横无理。强行进入病房后，林景旭全程只关心孩子，完全无视刚闯过鬼门关、虚弱不堪的沈穗穗。许文则满心遗憾，抱怨自己精心打扮一场，没能第一时间抱孩子、拍纪念照，白白耗费心思。沈穗穗的母亲看着两人自私冷漠的模样，怒火攻心，当众厉声斥责。她嘲讽许文空手探视，毫无诚意，怒斥林景旭身为丈夫父亲，不心疼产后妻子，反倒贴心给别的女人背包，毫无担当，当即勒令两人立刻离开病房。许文满心委屈辩解，哭诉自己一直被沈穗穗母亲嫌弃，只因成绩不好，从小就被阻止和沈穗穗来往，如今只是想当孩子干妈，却被当众羞辱。林景旭立刻维护许文，
声称这是自己和沈穗穗的家务事，两人只是存在误会，见面便能化解。就在林景旭试图靠近挽回沈穗穗时，顾芷挺身而出，公开表明自己是沈穗穗的男朋友，也是小西瓜未来的父亲。林景旭瞬间暴怒，否认顾芷的身份，声称沈穗穗是自己的妻子，孩子是自己的骨肉。顾芷冷静回击，亮出最有力的事实：沈穗穗的手术同意书是他签的，孩子的脐带是他亲手剪的。在沈穗穗母女最凶险、最需要人的时刻，是他不离不弃，而非林景旭。顾芷温柔询问沈穗穗的心意，沈穗穗眼神决绝，明确表示自己和林景旭之间没有误会，只有无法弥补的伤害，彻底斩断两人过往，并吩咐保安禁止林景旭和许文再次入院打扰。此时，小西瓜突然哭闹，沈穗穗伤口未愈，无法动弹。顾芷细心护住她，不让她牵动伤口，主动温柔安抚，照顾孩子。看着吃饱就睡、乖巧懂事的女儿，沈穗穗满心感慨，这是自己拼尽全力换来的宝贝，往后余生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她分毫。沈穗穗由衷向顾芷道谢，感谢她危难时刻挺身而出。顾芷温柔调侃，自己这一趟赶来，就像母女二人，也算赚到了相守一生的家人。生产耗尽了沈穗穗所有力气，她虚弱到不愿动弹。顾芷耐心安抚，温柔鼓励，全程悉心照料。沈穗穗的母亲忍不住感慨，顾芷比自己还要细心体贴，自己反倒成了多余的人。平复心绪后，沈穗穗向顾芷袒露内心顾虑。经历过生产的生死磨难，她不愿再生育，有小西瓜一人便足够。她担心自己的情况会拖累顾芷，耽误她的人生。顾芷却温柔告知，她早已做了结扎手术，本就无需生育。她不愿让沈穗穗再闯一次鬼门关，两人守着小西瓜便是圆满。得知真相的沈穗穗又震惊又心疼，读懂了她默默付出的深情。随后，顾芷郑重向沈穗穗求婚，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。历经背叛与苦难的沈穗穗被他的坚守与偏爱打动，毫不犹豫点头应允。另一边，被赶出病房的林景旭满心不甘。整整1个月，沈穗穗从未主动联系他，也没有发过一张孩子的照片。林景旭认定沈穗穗只是赌气矫情，许文则在一旁不断挑拨，谎称沈穗穗态度强硬，特意叮嘱护士禁止两人探视。许文刻意曲解沈家当初不要彩礼车房的善意，污蔑沈家是看中林景旭的潜力，刻意倒贴。如今故意摆脸色，闹矛盾。他笃定孩子已经出生，沈穗穗带着孩子根本无法彻底脱身，早晚都会主动回头求和。心态失衡的林景旭为发泄不满，带人闯入曾经和沈穗穗共同居住的婚房，蛮横搬走沙发、家电、床铺等所有家具，肆意报复。沈穗穗的父亲及时赶回阻拦，明确告知这套婚房是自己为女儿精心装修，女儿不再居住，自己有权处置屋内物品，狠狠斥责了林景旭的幼稚自私。林景旭依旧不死心，苦苦哀求岳父给自己一次机会，声称自己和沈穗穗只是误会，孩子不能没有父亲，还许诺自己的母亲十分疼爱小西瓜，往后定会好好呵护母女二人。沈穗穗的父亲早已彻底看透他的本性，逐条细数他的过错。未等许文打扮耽误生产，入院拒不签字，漠视母女安危，孩子出生半月从未关心探望，桩桩件件都是不可原谅的过错，彻底击碎了他的辩解。林景旭的母亲也赶来帮腔，态度刻薄自私，嘲讽沈穗穗娇气矫情，特意选剖腹产花费更高，还吹嘘自己当年生完孩子立刻下地劳作，无人照料也安然度日，尽显刻薄本性。许文也继续颠倒黑白，将所有矛盾归咎于沈穗穗小气记仇，玩不起。与此同时，沈家为小西瓜举办了盛大隆重的满月宴，足足摆了300桌酒席。顾家当众为小西瓜设立专属信托基金，拿出只传顾家嫡女的祖传白玉平安锁赠与孩子，给了小西瓜顶级的体面与宠爱。顾芷的母亲满心欢喜，由衷感谢沈穗穗，坦言若不是她，顾家险些绝后，真心认可她的儿媳身份，主动询问能否时常探望陪伴小西瓜。沈穗穗坦然应允，婆媳二人相处和睦温暖。沈穗穗好奇询问顾家险些绝后的缘由，顾芷缓缓道出过往。她早年留学时常与男性室友同住，还时常研习佛法，萌生出家念头。家人一直担心她无心婚恋，加之她早已告知家人自己无法生育，这一直是家人的心头大事。直到重逢沈穗穗，迎来小西瓜，才圆满了顾家的期盼。至此，两人也彻底解开了多年的误会。年少相恋时，顾芷曾说爱情只占自己生活的10%。随后出国进修，开启异地恋。沈穗穗误以为他看淡感情，想要放手，决绝将他拉黑。可真相是，当年顾芷家中突发资金链断裂危机，他连夜回乡处理。许文趁机从中作梗，
截取片面聊天记录误导两人，让彼此心生误会，遗憾错过多年。如今真相大白，两人更加珍惜失而复得的彼此。不死心的林景旭再次上门挽回，被沈穗穗彻底拒绝。沈穗穗明确告知，他当日一次次为许文拖延，漠视妻女性命，这不是简单的失误，是极致的冷漠与不负责任。他给过无数次选择的机会，可他始终偏袒外人。若是换作他的亲人遇险，他绝不会这般拖延漠视。沈穗穗态度坚决，无需林景旭支付孩子抚养费，只求他往后彻底消失，不要再来打扰自己和女儿的生活。不想让孩子长大后知晓自己有这样不堪自私的亲生父亲。两人对峙之际，许文突然赶来，假意劝和，劝说沈穗穗为了孩子妥协，还暗讽他带着孩子住进顾家，行为不妥。顾芷的母亲当场强势护袭，直言沈穗穗是顾家明媒正娶的儿媳，小西瓜是顾家嫡孙女，母女二人居住顾家理所应当，轮不到外人知会。沈穗穗也彻底戳破许文的伪装，坦言自己从未许诺她做孩子干妈，两人的闺蜜情也是她一厢情愿刻意贴近。当年她和顾芷分手，人生受挫，全都是许文常年嫉妒自己，刻意挑拨撺掇导致。真相败露，许文彻底撕破脸面，恶毒诅咒沈穗穗当年没能难产离世。沈穗穗不再隐忍，直接报警举报许文私自侵占保姆车的偷窃行为，让保安当场将许文带离别墅，彻底清理出自己的生活。众叛亲离的林景旭依旧苦苦哀求原谅。沈穗穗的律师当场拿出协议，明确解除双方同居关系，小西瓜抚养权归沈穗穗所有。同时，因林景旭存在重大过错，沈穗穗将依法收回投入其公司的所有初始资金及分红。这份切割协议彻底击碎了林景旭的侥幸心理。这笔资金是他公司的核心命脉，一旦收回，公司必将破产，他会彻底一无所有。他拒不签字，哭诉3年感情不该一笔勾销，拿出廉价童装和10页手写检讨书，谎称自己已经彻底悔改。沈穗穗冷冷戳破他的虚伪，他的反省流于表面，从未真正正视自己漠视母女性命的过错，只会将罪责推给许文，毫无男人的担当与底线。律师严肃告知林景旭，无论他是否签字悔改，司法程序都会正常推进。拒签则次日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。后续沈穗穗顺利签署所有法律文件，坚定推进维权流程。即便林景旭托人说情，寄送补品，手写道歉信，百般纠缠，沈穗穗依旧态度决绝，所有物品原路退回，彻底斩断所有牵扯。走投无路的林景旭找到落魄的许文，想要联手挽回局面，可许文见他一无所有，公司濒临破产，当场翻脸，彻底揭露他的自私本性。许文直言，林景旭当日纵容自己拖延，只是享受被2个女人追捧的虚荣，连待产妻女性命都能漠视，根本不值得依附。说完，他果断抽身离去，彻底抛弃了林景旭。接连失去感情、事业与依靠的林景旭，终于幡然醒悟，知晓是自己亲手毁掉了幸福。无路可走的他，只能通过合法途径申请孩子的探视权。律师明确告知他严格的探视条款，必须提前3天确认时间，尊重孩子情绪，不得带离指定范围，不得骚扰沈穗穗及其家人，任意违规便会被永久剥夺探视权。历经惨败的林景旭彻底收敛戾气，无条件接受所有条款。他真诚感谢沈穗穗没有彻底斩断他与孩子的联系，给自己留了一丝做父亲的余地。沈穗穗坦然告知，自己同意探视绝非原谅他，只是为了孩子。孩子有权知晓自己的亲生父亲，拥有完整的人格认知，不必被大人的恩怨裹挟，缺失人生本该知晓的真相。这份妥协只为守护女儿健康成长，与林景旭本人毫无关系。自此，沈穗穗彻底放下过往伤痛，与顾芷安稳相守，用心抚养小西瓜，一家3口过上了温馨幸福的生活。顾芷极尽温柔体贴，疼爱沈穗穗，宠溺小西瓜，为母女2人挡下所有风雨。沈穗穗时常感慨，所有苦难都是为了遇见对的人，往后余生，岁岁年年皆是安稳。平淡幸福的日常里，一次校园小冲突，让沈穗穗再次感受到顾芷的极致偏爱与担当。小西瓜在学校被同学嘲笑没有亲生父亲，抢夺顾家祖传平安锁，肆意调侃身世。顾芷得知后，条理清晰地驳斥对方的偏见与恶意，强势为女儿撑腰，护住孩子的自尊心。事后，沈穗穗难免担忧，孩子长大后会持续被身世流言困扰。顾芷温柔安抚，承诺会永远守护母女2人，挡下所有恶意与非议，让小西瓜在满是爱意的环境中长大，让他永远清楚自己拥有完整温暖的家庭，独一无二的父爱与母爱。在2人的用心呵护下，小西瓜乖巧懂事，活泼开朗，终日被爱意包裹。过往的风雨苦难尽数落幕，一家3口的幸福生活安稳绵长，岁岁无忧。